你知道有一種商業模式能讓創業者在短信裡直接寫最成功的企業，通常是靠客戶的成癮習慣賺錢，然後真的照着這個思路去幹，最後賺了1億美元嗎？這不是段子，這是 Dun Global 案，主角叫何如嘉 Ruthia He， 北大加卡內基梅隆双碩士，前 Facebook 產品設計師。他用一家遠程醫療公司把4000多萬顆阿德拉處方藥送到了10萬多名患者手裡。然後在2024年11月，陪審團裁定他所有罪名成立。現在他還在羈押中，等着2026年2月的最終宣判。先問個問題啊，什麼樣的人能在硅谷開一家價值上億美元的醫療科技公司？答案可能會讓你意外，一個完全沒有醫學背景的產品經理。何如嘉2019年創辦 Dun Global 之前，他的履歷相當漂亮。北京大學畢業，然後去卡內基梅隆大學拿了個產品開發的碩士，之後進了 Facebook 當產品設計師。在 Facebook 的時候，他做過 Portal 智能顯示器，設計過 Moments 照片分享應用，後來還去了 Building 8那個神秘的前沿科技研發團隊。按理說這簡歷拿出去都能橫着走了。但2019年他離開 Facebook， 創辦了 Dun Global。這公司做什麼呢？專門給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，也就是 ADHD 患者提供遠程醫療服務。聽起來挺正經的，對吧？在疫情期間幫助那些不方便出门看病的人遠程問診開藥。但問題就出在這個開藥上。Dun Global 主要開的是阿德拉 Adderall， 這玩意兒在美國可是2類管制藥物，和冰毒、可卡因一個級別的管控力度，因為它是安非他明類興奮劑，成癮性極強。那 Dun Global 是怎麼運作的呢？首先你交一個月費，大概199美元，然後填一個1分鐘的線上問卷，接着和醫生視頻問診30分鐘，然後處方就開出來了。聽着好像也沒什麼問題，但魔鬼在細節裡。檢方在起訴書裡說， Dun Global 的醫生有時候10分鐘就能開出處方，有些護士甚至直接偽造病歷，給根本不符合 ADHD 診斷標準的人開藥。而且公司內部有個政策，為了加快處方續訂，直接付錢給醫生，讓他們處理續方，都不用再做什麼隨訪諮詢。更離譜的是 Dun Global 的中國團隊，對，他們有個中國团队，這幫人通過微信分享患者的健康信息，手動審查理賠數據。這可是明目張膽違反美國的 HIPAA 隱私保護法啊！有個前運營主管叫 TJ Williams， 2021年就發現有患者偽造身份，篡改文件來騙處方。他提出要做工具來解決這個問題，結果3個月後就被開除了。公司反而推出了加速續方的政策，直接給醫生發錢處理續方，連隨訪都省了。這套模式有多賺錢呢？從2020年疫情開始到2023年1月， Dun Global 開出了超過4000萬顆阿德拉、利他林、Vyvanse 等興奮劑處方藥，賺了超過1億美元。疫情期間，美國藥品管理局 DEA 為了方便遠程醫療，放寬了管制藥物的處方要求，不再強制要求面對面問診。何如嘉和他的首席醫療官 David Brody 抓住了這個窗口期，瘋狂擴張。但這個生意有個致命問題，就是有患者因為服用這些藥物過量死亡了。檢方在起訴書裡明確說， Dun Global 的做法導致了多名客戶的過量致死。但即便收到了這些過量死亡的報告，公司照樣繼續運營，一點沒停。Dun Global 內部是什麼樣的呢？有知情人爆料說，何如嘉控制一切，把不同團隊隔離開，營造了一種欺騙文化。他把公司，也就是把患者當成個人財富創造的工具。公司層面上強迫醫生在無數臨床決策上妥協。有一次早期員工討論臨床流程，很多人覺得30分鐘加上1分鐘的入門問卷根本不夠做 ADHD 診斷，想要更長的預約時間。何如嘉當時說了句什麼呢？第一個因為這事兒進監獄的人送一輛特斯拉。在場10幾個人尷尬地笑了，好像4萬美元的 Model 3能抵得上坐牢似的。那會兒誰也沒想到這句話後來真成真了。何如嘉對細節的掌控到了什麼程度？無論是臨床問題還是運營問題，他說了算。哪怕你是有執照的醫生，提出關於患者安全的合理擔憂也沒用。只要你敢反對他，你就得走人。很多人就這麼學到了這個冷酷的真相。他把每個團隊孤立起來，創造了一個有毒且動盪的工作環境。而這種對利潤的貪婪和追求，最終導致了這個1億美元的非法藥廠的誕生。
當 Global 的廣告也很有意思，他們在 Google 和 TikTok 上大量投放廣告，宣傳輕鬆獲取 ADHD 藥物。這些廣告經過何如嘉和 Brody 的批准，花了幾千萬美元。但到了2024年中 ，Google 和 TikTok 都把 Dan Global 的廣告給禁了。為什麼？因為這些平台發現 Dan Global 就是在明目張膽地幫助藥物濫用。2022年，聯邦當局開始調查 Dan Global， 美國緝毒局第二牽頭，司法部跟進。經過2年調查，2024年6月，何如嘉和 Brody 被逮捕，罪名包括通過遠程醫療分發管制藥物、醫療欺詐和妨礙司法公正。檢方說，他們利用疫情期間的遠程醫療漏洞，非法開出超過4000萬顆阿德拉，賺了超過1億美元。這個訂閱制平台針對的就是那些尋求藥物的人，打着 ADHD 治療的幌子，實際上阻止了正規的醫療護理，還欺騙了 Medicare、Medicaid 和私人保險公司。儘管收到了和Dan相關的過量死亡報告，公司還在繼續運營。這是聯邦第一次對遠程醫療平台的藥物分發提起刑事訴訟。6月底，聯邦當局又起訴了5個人，包括 Dan Global 的高管 Riley Levy、醫生 Christopher Lucis， 還有3個護士 Ina Cruz、Katrina Prater 和 Erin Kim。檢方說，他們利用疫情期間放鬆的遠程醫療管制，把強效興奮劑賣給根本不需要的患者。其中那個佛羅里達的護士 Erin Kim 被稱為 Dan Health 最高產的開發者之一。檢方說，他偽造病歷，給不符合 ADHD 標準的患者簽阿德拉和其他興奮劑的處方。Dan Global 發了個聲明說，強烈反對這些指控，說指控的事情主要發生在2020年2月到2023年1月之間。他們說自己會繼續運營，讓患者不失去心理健康護理的機會。還說會繼續支持臨床醫生獨立行使臨床判斷，實踐循證醫學，提供一流的醫療護理。這話說的倒是挺好聽，但陪審團不買賬。2024年11月，經過1周的審判，舊金山聯邦陪審團裁定何如嘉和 Brody 6項非法藥物分發和欺詐客戶的罪名全部成立。何如嘉還被判定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。司法部官員說，這是聯邦第一次起訴在疫情期間蓬勃發展的數字醫療公司的領導人。檢方說 Dan Health 開出了超過4000萬顆阿德拉和其他興奮劑的處方，何如嘉和 Brody 批准了幾千萬美元的欺騙性社交媒體廣告。美國檢察官 Craig Misakian 在判決後說，不是所有毒販都在陰影裡或街角活動，有些人比如何如嘉和 David Brody 用的是電腦和社交媒體。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監察長辦公室的副監察長 Christian Schrank 說，這2個高管建立了一個基於成癮、欺騙和無視患者安全的厚顏無恥的商業模式，在向市場大量投放管制藥物的同時，欺騙聯邦醫療保健項目。阿德拉確實是治療 ADHD 的有效藥物，醫學組織也這麼說。但特朗普政府的衛生部長小羅伯特·肯尼迪卻把這藥描述成毒藥，說它正在傷害美國的孩子。辯方在法庭文件裡說，他們提供的是合法治療，檢方是精心挑選了那些病情沒改善的證人。但陪審團顯然不這麼認為。何如嘉和 Brody 每人面臨最高20年監禁。宣判定在2026年2月25日。對，你沒聽錯，現在是2025年12月，他們倆還在羈押中等着宣判呢。這案子的意義不只是判2個人有罪那麼簡單，它標誌着聯邦政府開始嚴厲打擊遠程醫療領域的藥物濫用問題。疫情期間，為了方便，很多醫療管制被放鬆了，但這也給了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機。Dan Global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咱們來聊聊這事兒背後的幾個問題。首先是遠程醫療的監管漏洞。疫情之前，開2類管制藥物必須面對面問診，醫生得親眼看到患者，評估他們的狀況。但2020年疫情來了 ，DA 為了方便大家看病，臨時放寬了這個要求，允許通過視頻問診開這些藥。初衷是好的，但問題是這給了一些人鑽空子的機會。30分鐘視頻問診，甚至10分鐘就能開出成癮性極強的管制藥物，這明顯是不夠的。正常的 ADHD 診斷需要詳細的病史調查、多次面談，甚至需要和家人、老師溝通，確認症狀在多個場景下都存在。當 Global 把這個過程壓縮到30分鐘，本質上就是在走過場。
第二個問題是訂閱制醫療的道德風險。當 Global 用的是訂閱模式，每個月收費，然後給你開藥，這模式本身就有問題，因為公司的盈利動力是讓你持續訂閱、持續拿藥，而不是真正治好你的病。何如家在內部短信裡直接說，最成功的企業靠的是客戶的成癮習慣，這不是什麼商業秘密，這就是他們的核心商業邏輯。問題是，醫療不應該這麼玩。醫療的目的是治病，不是讓患者依賴。但當醫療被包裝成訂閱服務，當醫生的收入和開方數量直接掛鈎，整個激勵機制就扭曲了。第三個是技術創新和倫理底線的平衡。何如家的背景是產品經理，他擅長的是用戶體驗、增長黑客、優化轉化率這些東西。這些技能在做社交軟件的時候沒問題，但用在醫療領域，特別是管制藥物上，就出大問題了。他把當 Global 當成一個 SaaS 產品來運營，追求快速增長、高留存率、低摩擦用戶體驗。但醫療不是賣會員，不是優化漏斗那麼簡單。每一個處方背後是一個真實的人，每一顆藥都可能影響他們的健康甚至生命。當 Global 就是把移動快速打破陳規，這套硅谷思維用到了不該用的地方。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，就是阿德拉這類藥物在美國的泛濫。美國是全世界阿德拉消費量最大的國家，成年人 ADHD 診斷率也是最高的。這背後當然有真實需求，有些人確實需要這些藥物來控制症狀。但也有大量濫用的情況，大學生用它來熬夜寫論文，職場人用它來提高工作效率，甚至有人單純為了減肥而吃。阿德拉在美國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一種聰明藥，一種合法的興奮劑。當 Global 就是利用了這種需求，打着治療的名義，實際上在供應這個黑市。當 Global 的崩塌也給整個遠程醫療行業敲響了警鐘。疫情以來，遠程醫療迎來了大爆發，各種平台如雨後春筍。這本身是好事，確實方便了很多人，但監管必須跟上，不能因為是線上就降低標準，該有的審核流程，該有的診斷標準，一個都不能少。而且平台的商業模式也得重新審視。如果一個醫療平台的盈利動力是讓患者持續消費藥物，而不是真正改善健康，那這個模式本身就有問題。回到何如家這個人，他的故事其實挺諷刺的。一個北大的高材生，卡內基梅隆的碩士， Facebook 的產品設計師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他選擇了一條看似光鮮，實則灰色的創業道路。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好事，在打破醫療行業的壁壘，讓更多人更方便地獲得治療。但當他在短信裡寫下最成功的企業靠客戶的成癮習慣賺錢的時候，他心裡應該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。這不是無知，這是明知故犯。何如家的案子也反映了一個現象，就是有些聰明人太聰明了，聰明到覺得自己能鑽法律的空子而不被抓。他可能覺得疫情期間監管鬆了，自己動作快一點，在窗口期多賺點，等到監管收緊再調整也來得及。但他低估了聯邦政府的決心。Dia 和司法部花了2年時間調查、收集證據，最後一網打盡。這也給所有創業者一個教訓，不管你背景多牛，公司估值多高，只要你違法，該判還得判。當 Global 的故事還沒完，雖然何如家和 Brody 被定罪了，但公司還在運營。他們在網站上發聲明說會繼續提供服務，支持臨床醫生獨立行使判斷。但誰還敢用啊？一個創始人和首席醫療官都被判刑的遠程醫療平台，你敢把自己的健康交給他？Don Global 的品牌已經徹底毀了。那10萬多患者怎麼辦？他們可能真的需要 ADHD 治療，但現在得重新找醫生，重新建立治療關係。當 Global 給整個行業造成的信任危機，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修復。最後說一句，這個案子的核心不是遠程醫療好不好，也不是阿德拉該不該開，而是商業倫理的底線在哪裡。醫療行業是人命關天的事，不能用互聯網那套快速迭代、先做大再說的邏輯。何如家把當 Global 當成一個增長型創業公司來運營，追求用戶數、營收、估值，但他忘了，或者說選擇性忽視了，這些用戶是患者，這些產品是管制藥物，這些營收背後是可能的成癮和死亡。當商業野心遇上醫療倫理，當硅谷思維碰上聯邦法律，Don Global 給出了一個價值1億美元的慘痛教訓。
那些想在醫療健康領域創業的人，該好好想想，你做的事情到底是在解決問題，還是在製造問題？科技可以改變世界，但如果用錯了地方，它也能毀掉無數人的生活。何如嘉和 Brody 現在還在羈押中，等着2026年2月的最終宣判。面對可能的20年监禁，這個代價真的值得。